在遙遠的波蘭北部，有一座人口不到2萬的安靜小城，那裡住着一個被稱為波蘭千里眼的男人，他的名字叫捷可夫斯基。早在俄羅斯的坦克真正碾過烏克蘭邊境之前，早在西方的衛星還在爭論那些鋼鐵洪流究竟是演習還是進攻之前，這個坐在鏡頭前的中年男人就已經閉上了眼睛，描述出一團從東方升起的巨大火焰。他說，這團火會在冬天的尾巴上燒起来，會在2月最後的那幾天降臨人間。而當2022年2月的最後一周真的到來，當基輔的夜空被爆炸的火光撕開時，全世界都在那一瞬間聽見了他1年前說過的那句話。可真正讓華語世界感到不安的並不是烏克蘭，而是他隨後說出的另一個畫面。他說，在更遙遠的東方有一座島，那座島會被一圈一圈地包圍起來，會被圍成一個完整的圓圈。他沒有直接說出那座島的名字，但當我們把世界地圖攤開，當我們看着這幾年一次又一次收緊的軍演路線圖，看着那些從四面八方朝着一個中心逼近的箭頭，我們每一個人的心裡幾乎都浮現出了同一個名字。那座會被圍成圓圈的島，究竟會不會是我們腳下的台灣？如果一個波蘭人真的能提前1年講中烏克蘭的開戰時刻，那麼他關於這座島的話，我們又該不該當真？今天，我們就一起深入這位波蘭千里眼的世界，一層一層地把這個圓圈拆開來看。要理解這個故事，我們得先弄清楚捷可夫斯基到底是誰。他並不是一個突然冒出來的網紅預言家，在波蘭，他早已是家喻戶曉的人物，被許多媒體直接冠上波蘭最著名千里眼的稱號。他成名的方式和我們印象中那些神神叨叨的算命先生完全不同。他最早為人所知，是因为協助尋找失蹤的人。據說他只需要握住一件失蹤者用過的物品，一件舊衣服，一隻手錶，一張照片，就能在腦海中浮現出畫面，說出那個人可能所在的方位、周圍的環境、附近的建築。有些家屬找遍了警察與搜救隊都毫無結果，最後抱着死馬當活馬醫的心情找到他，卻真的得到了線索。正是這一樁樁具體而微的案子，讓他在波蘭累積起了最初的名聲。人們開始相信，這個看起來平凡無奇的男人，眼睛裡似乎裝着一台別人沒有的機器。其實在成名之前，捷可夫斯基的人生和你我一樣普通。他自己曾經描述過，這種能力並不是他主動去追求的，而是在某個時刻，像一扇門突然被推開一樣，闖進了他的生命。起初，他甚至為此感到困惑，因為腦海中那些不請自來的畫面，常常讓他無法分辨究竟是自己的想象，還是某種來自外部的訊息。他花了很長的時間，才慢慢學會與這種天賦共處，學會分辨哪些畫面值得信任，哪些只是雜念。在波蘭，他也並非人人稱頌，有相當多的人把他視為江湖術士，認為他不過是靠着模糊的話術和事後的附會來博取關注。每一次他做出預言，都會有一批人等着看他出醜，而每一次他失手，這些質疑的聲音就會更加響亮。可就是在這樣的爭議聲中，他一路走到了今天，成為波蘭最無法被忽視的那個名字。這本身就是一件耐人尋味的事。值得一提的是，捷可夫斯基描述他所看見的東西時，用的往往不是那種斬釘截鐵的語氣。他不會告訴你某年某月某日幾點幾分會發生什麼，而是像在描述一場夢境，一幅還沒有完全顯影的畫。他會說他看到了什麼樣的顏色，什麼樣的形狀，什麼樣的情緒，然後再試着去猜測這些畫面究竟指向現實中的哪一件事。這種模糊，一方面讓他的預言顯得神秘而富有想象空間，另一方面也恰恰成了日後人們爭論不休的根源。因為一幅需要靠猜測去解讀的畫面，本來就可以被賦予許多種不同的含義。當那團火最終對應上了烏克蘭，人們讚嘆它的神準。可如果那團火最終什麼也沒有對應上，或許就會被悄悄地遺忘。這正是所有這類預言共同的特質，它們生存在確定與不確定之間那片微妙的灰色地帶，既不完全是騙局，也遠遠算不上科學。理解了這一點，我們才能用一種既不盲信也不全盘否定的心態去傾聽他接下來所說的每一句話。隨着名氣越來越大，他的視野也從一個個失蹤的人
擴展到了整個世界。他開始在自己的頻道上一期一期地講述他所看到的未來。他談天災，談政治，談經濟，談戰爭。他的支持者津津樂道地列舉着他的種種命中，說他曾經看到過大型場館的屋頂坍塌，而那正對應着發生在西利西亞地區的一場真實悲劇。一座貿易展覽館的屋頂在大雪中崩塌，奪走了許多條人命。他們說他看到過大地在遠方的島國劇烈搖晃，而那正對應着日本的強震。他們說他早早就談到過席捲歐洲的移民潮，談到過歐盟內部的裂痕。這些故事一個接一個的流傳，把他推上了一個近乎先知的位置。對於他的信徒來說，捷可夫斯基不是在猜測未來，而是在提前閱讀一本已經寫好的劇本。但我們在這裡必須誠實，任何一個真正嚴肅的觀眾都應該在心裡留一塊清醒的地方。捷可夫斯基並不是每一次都說對，事實上，他說錯的次數同樣不少。早在戰爭真正降臨之前的那幾年，他就不止一次地宣告過第3次世界大戰即將爆發，甚至具體到某一年的某個月份。然而那些被他點名的時刻一個個平安地過去了，天空並沒有塌下來。他也曾經對某些政治人物的命運做出過相當戲劇化的預言，結果並沒有應驗。所以當我們今天談論他關於台灣的那個圓圈時，我們既不能因為他曾經講中過烏克蘭就全盤相信，也不能因為他曾經失手過就一笑置之。真相往往就藏在這種令人不安的模糊地帶裡，藏在對與錯的縫隙之間。那麼就讓我們回到那個讓他名震四海的畫面，回到烏克蘭。時間要倒回到2021年，那一年的世界表面上還在為疫情焦頭爛額，沒有多少人真的相信歐洲會爆發一場大規模的地面戰爭。當時俄羅斯確實在烏克蘭邊境集結了大量的軍隊，各國的情報機構也在不斷地發出警告。但是即便是這些手握衛星與間諜網絡的專業人士，對於戰爭究竟會不會來，會在什麼時候來，會以什麼樣的方式展開，都充滿了分歧與誤判。有人以為那只是一場恫嚇，有人以為即便開打也會速戰速決，基輔會在幾天之內陷落。歷史後來證明，連這些最專業的判斷都出現了嚴重的偏差。而就在這樣一片迷霧之中，捷可夫斯基坐了下來，說出了他看到的東西。他描述的並不是冷冰冰的軍事部署，而是一種近乎詩意卻又令人毛骨悚然的意象。他說他看到烏克蘭的上空燃起了巨大的火，看到東部與中部的土地承受着最沉重的苦難，看到無數的人流離失所，向着西方的邊境奔逃。他甚至更早的時候就說過，這片土地將要進入一種末日般的節奏。當這些話語與後來真實發生的一切一一對照時，那種吻合的程度足以讓最鐵齒的懷疑者也感到一陣寒意。2022年2月的最後幾天，坦克真的動了，飛彈真的落下了，東部與中部真的成了最慘烈的戰場，數以百萬計的難民真的湧向了波蘭的邊境。他1年前的畫面仿佛一張提前沖洗出來的照片，被現實原封不動地印證了。我們不妨再細細地品味一下這件事的分量。要知道，在戰爭爆發之前的那段日子，整個世界的判斷是何等的混亂。手握最先進偵察衛星的情報機構動用了無數的人力與資源，卻依然在戰與不戰之間搖擺不定。有的專家信誓旦旦地說，俄羅斯只是虛張聲勢，有的則篤定地認為，即便開打，龐大的軍隊也會在幾天之內拿下首都。結果呢？這些最專業的推演一個接一個的被現實打臉，首都並沒有速速陷落，戰爭也沒有草草收場，而是拖成了一場旷日持久的血戰。在這樣一個連專家都集體看走眼的時刻，一個坐在波蘭小城裡閉着眼睛說話的男人，卻把火焰的方位、苦難的區域、難民奔逃的方向都說得八九不離十。這種對比才是這則預言最讓人脊背發涼的核心。它仿佛在提醒我們，人類引以為傲的那些理性工具，在某些時刻竟然還不如一個閉眼者的直覺來得精準。也正因為如此，當這個閉眼者接着說出台灣那個圓圈時，沒有人敢再輕易地把他的話當成耳邊風。而捷可夫斯基關於那場戰爭的描述，還遠遠不只是說中了開戰這一件事。據他的支持者所整理，他還曾經談到過這場戰爭不會像許多人以為的那樣速戰速決，
而是會演變成一場漫長而膠着的消耗。他談到過那片土地上的城市將要承受怎樣的摧殘，談到過人們的生活將被徹底的打碎。回過頭看，這場戰爭確實沒有在幾天或幾周之內結束，而是拖成了一場曠日持久、反覆拉鋸的苦戰。一座座城市在炮火中化為廢墟，無數家庭被迫背井離鄉。當然，我們也必須保持警覺，因為這類事後的整理難免會有挑選與美化的成分，那些沒有說中的部分往往會被輕輕帶過。但即便把這些折扣都算進去，他對那場戰爭大方向的把握依然足以讓人印象深刻。也正是這份印象，讓他關於台灣的那句話，在許多人心中的分量變得格外沉重。正是這一次驚人的命中，讓捷可夫斯基在華語世界也開始被人反覆提起。因為人們忽然意識到，如果這個波蘭人真的能看見烏克蘭的火，那麼他有沒有可能也看見了別處的火？順着這個念頭往下追，人們就找到了那個關於東方島嶼的畫面，找到了那個被圍成圓圈的預言。而當這個圓圈與我們這幾年在新聞裡看到的一切重疊在一起時，很多台灣人的後背一下子就涼了。而讓這種涼意更深一層的是，捷可夫斯基並不是唯一一個把目光投向這片海域的預言者。這些年来，我們在這個頻道上聊過許多來自世界各地的通靈者與先知，他們當中有不少人也曾經不約而同地描繪過東方那座島嶼在某個時刻陷入危機的畫面。英國的帕克，那些流傳已久的古老讖語，甚至一些來自不同文化的預言傳統，仿佛都在某個時間點上把手指指向了同一個方向。當來自完全不同背景、說着完全不同語言的預言者竟然在同一件事上產生了某種奇異的重疊時，這種集體的指向才是真正讓人無法輕易忽視的地方。當然，這也可能只是因為台海的緊張本就舉世皆知，才會被這麼多人同時捕捉到。但無論如何，捷可夫斯基的那個圓圈並不是孤零零的一個聲音，而是一整片寓言合唱中格外清晰的一句。我們必須把這個圓圈放回到真實的世界裡來看，才能明白它為什麼如此讓人心驚。因為關於台灣被包圍這件事，早就不再只是某個通靈者腦海中的幻想，而是這幾年真真切切、一次又一次在我們眼前上演的現實。回想一下2024年，就在新任總統就職之後不久，對岸就發動了一场代號聯合利劍的大規模軍事演習，海空兵力從島嶼的四周同時逼近。同年的秋天，在雙十講話之後，又一場聯合利劍緊接着登場。這一次，海警船隊第一次真正繞着整座島嶼巡弋，把封鎖的意味展現得淋漓盡致。緊接着到了年底，又有新的圍島演習傳出，這種節奏一路延續，到了2025年的春天，海峽雷霆的演練再次上演。而到了那一年的12月，一場被稱為正義使命的行動，更是把這個圓圈畫得幾乎完整。大量的艦艇從東西南北同時出動，把台灣本島連同周邊的離島嚴嚴實實地圍在了中間。如果我們把這幾年的圍島演習像翻閱相簿一樣一頁頁地看下去，會發現一個令人不安的規律，那就是這個圓圈畫得越來越熟練，越來越完整，也越來越貼近實戰。最初的演習或許還帶着幾分示威與姿態的成分，可是隨着一次次的重複，兵力的協同越來越純熟，涵蓋的範圍越來越廣。它不再只是針對本島，而是連同金門、馬祖那些散落在海峽上的離島也一併納入了封鎖的範圍。更值得玩味的是海警船隊所扮演的角色，他們打着執法巡查的旗號，繞着整座島嶼航行。這種做法把單純的軍事演習悄悄地染上了一層常態化管控的意味，仿佛在暗示有朝一日這片海域的進出都要經過某一方的許可。对岸還發布過各種張力十足的宣傳圖，把武器對準這座島，配上一步步逼近的文字，那種一寸一寸拉近距離的壓迫感，隔着熒幕都能讓人喘不過氣。捷可夫斯基口中那個抽象的圓，正是在這一次次的彩排中被現實一筆一筆地描摹得越來越清晰。這已經不是巧合可以解釋的了。對岸的軍方甚至毫不掩飾地表達過這樣的意思，說每一次演習都會比上一次更靠近，會像收緊一條鎖鏈一樣，
一圈一圈地把這座島的防禦圈越勒越緊。他們說，島上的力量越是靠向外部，這條鎖鏈就會收得越快。你看，傑可夫斯基口中那個抽象的圓圈，和現實中這條被反復提及的鎖鏈，是不是像得讓人發慌？一個是遙遠波蘭小城裡的閉眼冥想，一個是眼前海峽上真實航行的鋼鐵艦隊，這兩者竟然指向了同一個幾何圖形，一個把台灣困在正中央的元件。這種呼應正是這個預言最讓人不寒而栗的地方。可是這裡有一個問題，一直盤旋在許多人的心頭，揮之不去，那就是為什麼偏偏是一個波蘭人，一個生活在離台灣將近1萬公里之外的歐洲人，會在他的幻象裡看見我們這座小島。波蘭與台灣，一個在歐亞大陸的西端，一個在太平洋的邊緣，八竿子打不着。這中間到底有着什麼樣隱秘的聯繫，讓一個波蘭的千里眼會把目光投向遠東的這片海域？答案或許就藏在波蘭這個國家自己的命運裡。如果你翻開波蘭的歷史，你會發現這是一個把被包圍這3個字用鮮血刻進了骨髓的民族。這是一個曾經在地圖上被周圍的強權瓜分，甚至一度徹底消失的國家。它夾在東西2大勢力之間，一次又一次地成為別人博弈的棋盤，一次又一次地被鐵蹄踏過。所以世界上如果有哪一個民族最能夠從靈魂深處理解一座小小的土地被巨大的力量团团圍住是什麼滋味，那大概就是波蘭人了。傑可夫斯基作為一個波蘭人，他的潛意識裡也許本就埋着一種對包圍的極度敏感。當他望向遠方那座同樣被強林陰影所籠罩的島嶼時，他看到的那個圓圈，某種程度上也是他自己民族記憶的投射。也許正是這樣一片飽經憂患的土地，才特別容易孕育出這樣的預言者。一個長期活在不確定與危機之中的民族，對於災難的來臨，往往有着一種近乎本能的警覺。他們世世代代都在傾聽風向，都在猜測強林的下一步動作。這種深植於文化中的憂患意識，或許讓某些格外敏感的人，把這種對危險的感知磨練成了一種近乎預見的能力。無論這種能力究竟是真正的通靈，還是一種被苦難反復錘煉出來的高度直覺，它所投射出的畫面都帶着這片土地特有的沉重底色。而當這種底色遇上了太平洋另一端一座同樣命運多舛的島嶼時，那種跨越萬里的共鳴便顯得格外令人动容，也格外令人不安。而更耐人尋味的是，把烏克蘭與台灣連在一起看待的，遠遠不只是一個通靈者。就在真實的國際政治舞台上，波蘭的高層領導人早就公開說過一句讓台灣人記憶猶新的話。他警告歐洲，如果烏克蘭真的淪陷，那麼很可能就在隔天，遠東的那座島嶼就會面臨對岸的攻擊。你看，這已經不是什麼玄之又玄的預言了，而是一個歐洲政治家基於現實推演出的冷酷判斷。在他們眼中，烏克蘭與台灣就是同一條戰略鎖鏈上的2個環，是同一盤棋局上遙相呼應的2顆棋子。西方那個著名的戴維森窗口把2027年標記為一個特別危險的年份，波蘭也在其中加入了對台海局勢憂心忡忡的行列。當一個國家的政治家和他的千里眼不約而同地把台灣與烏克蘭放在了一起，這種來自東西方2端的共振，難道真的只是偶然嗎？這種把烏克蘭與台灣捆綁在一起的思路，其實背後藏着一套讓許多戰略家夜不能寐的邏輯。他們擔心的是一種骨牌效應。這個世界的秩序，說到底是靠着一種微妙的平衡在維繫着，靠着一種侵略者將會付出慘重代價的普遍信念在支撐着。可是，一旦這個信念在某一處被打破，一旦有人成功地用武力改變了現狀而沒有遭到足夠的懲罰，那麼這種示範效應就會像瘟疫一樣蔓延。如果烏克蘭的抵抗最終被碾碎，如果國際社會的支援最終無力回天，那麼在世界的另一端，那些同樣覬覦鄰居土地的力量難免會從中得出結論，認為武力終究是可行的，認為西方的決心終究是靠不住的。從這個角度看，烏克蘭戰場上的每一寸得失都在無形中影響着台海這座天平的傾斜。這也是為什麼一個歐洲的政治家會脫口說出烏克蘭淪陷的隔天，遠東的島嶼就會遭殃。他們看到的是同一條鎖鏈，牽一髮而動全身。現實中的波蘭與對岸的關係這幾年也在悄悄地變冷。
曾經，那條橫貫歐亞的中歐班列，把大量的貨物從東方運往波蘭，再分送到整個歐洲。波蘭一度是這條鋼鐵絲路上至關重要的樞紐。可是，隨着俄羅斯與白俄羅斯在邊境上的軍事動作，波蘭一度關閉了自己的邊境，讓數百列滿載貨物的班列滯留在半途，讓東方的商品進入歐洲的通道被硬生生地卡住。對岸的外長曾經與波蘭方面長談了好幾個小時，希望能重新打開這扇門，卻碰了一鼻子灰。你看，就連在最現實的貿易與地緣層面，波蘭與對岸之間也早已不是當年那副親密的模樣。這一切都讓捷可夫斯基那個關於東方島嶼的圓圈蒙上了一層更加真實而沉重的底色。那麼，這位波蘭千里眼最近又看見了什麼？當我們把時間快轉到最近這段日子，你會發現他的鏡頭前依然在源源不斷地流淌出各種讓人揪心的畫面。他把目光大量地投向了中東，投向了那片同樣戰火不息的土地。他反复地談到一場針對伊朗的攻擊，一次又一次地描述那個地區即將被更大的火焰所吞沒。他也把川普與東方大國放在了一起講述，描繪着這兩股力量之間那種既拉扯又對峙的複雜關係。他甚至把預言的觸角伸向了更遙遠的未來，談到了2029年，談到了2031年，仿佛在他的視野裡，這個世界的動盪還遠遠沒有走到盡頭，而是剛剛翻開了序章。中東那片土地，這些年幾乎成了他預言中出現的最頻繁的舞台。他一次次地把鏡頭對準那裡，描述着火焰如何從一個點蔓延成一整片。對於熟悉近來局勢的人來說，這樣的畫面並不陌生，因為那片地區的緊張早已從新聞的角落走到了頭條的正中央。他把川普與東方大國之間的角力也編織進了他的敘事。在他的描繪中，這兩股龐大的力量彼此試探，彼此角逐，牽動着整個世界的神經。而當他把預言的指針撥向2029年，撥向2031年時，那種綿延不絕的動盪感更是讓人感到一種深深的疲憊，仿佛他在告訴我們，我們如今所經歷的這一切還遠遠不是終點，而僅僅是一場更漫長風暴的開端。無論你信與不信，這樣的敘事本身就足以在人心裡投下一道長長的陰影。如果我們把他這些年零零散散的預言拼湊在一起，會發現他描繪的是一幅相當黑暗的世界圖景。他認為以色列與伊朗之間的戰火會失去控制，會像野火一樣蔓延開來，甚至不排除最可怕的那種武器登場的可能。他認為歐洲也難以獨善其身，俄羅斯帶來的陰影會繼續籠罩這片大陸。他甚至描述過一種近乎崩潰的經濟景象，物資變得極度匱乏，人們不得不用一種近乎配给的方式來獲取生活必需品。惡性的通貨膨脹讓錢失去了原本的分量，整個世界的經濟秩序陷入巨大的混亂，而要從這樣的深淵中恢復過來，可能需要漫長的8年之久。在他的敘述裡，我們正站在一個舊秩序崩塌、新格局尚未成型的驚濤駭浪之中，而台灣那個圓圈只不過是這整幅末日拼圖裡離我們最近，也最讓我們牽腸掛肚的一塊。而當我們把目光從他的預言收回，重新看向我們此刻真實所處的這個世界，那種不安或許會變得更加具體。就在我們制作這支影片的這段日子裡，遙遠的歐洲，那場已經持續了數年的戰爭，依然沒有看到真正落幕的跡象。硝煙在漫長的冬春之交繼續彌漫，中東那片古老的土地，緊張的局勢也一次次地牽動着全世界的神經。而在我們身處的這片海域，那些環繞着島嶼的鋼鐵身影，並沒有因為時間的流逝而遠去，反而以一種近乎日常的頻率，一次次地出現在我們的新聞裡。你會發現，捷可夫斯基當年所描繪的那個動盪的世界，和我們如今親眼所見的這個世界竟然重疊得如此之深。這究竟是因為他真的看見了什麼，還是因為這個世界本就在朝着動盪的方向滑去？任何一個對時代有敏銳感知的人都能大致猜到它的走向。這個問題恐怕沒有人能給出確切的答案，但無論如何，當預言與現實開始如此頻繁的照面時，我們每一個人都很難再對他們無動於衷。聽到這裡，也許你的心已經沉到了谷底，但是請先別急着恐慌，因為我們接下來要做的
是把這個圓圈翻過來，看看它的另一面。這個所謂的圍城圓圈，如果我們冷靜下來，用理性的眼光去分析，它其實透露出了一種非常具体的戰略思路。你有沒有想過，為什麼對岸这幾年反覆演練的是包圍，是封鎖，而不是我們想象中那種千軍萬馬直接搶灘登陸的畫面？這其中藏着一個值得我們每個人深思的道理。許多長期研究這個議題的軍事專家都指出，一場正面的登陸戰代價是極其高昂的，充滿了不確定性。跨海作戰是軍事上公認的最艱難的任務之一，任何一個環節出了差錯，都可能導致慘重的損失。所以相比之下，一種更陰險也可能更有效的手段，就是把這座島圍起來，切斷它與外界的所有聯繫。想象一下，如果一座島嶼的能源、糧食、貨物都必須依賴海上的運輸線，那麼只要這個圓圈一旦真正合攏，只要這條海上的生命線被掐斷，這座島或許不需要經歷一場血流成河的登陸戰，就會在無聲無息中承受巨大的壓力。這就是圓圈這個意象最深層的含義，它代表的不是一場轟轟烈烈的進攻，而是一種不費一槍一彈卻能讓對手窒息的絞索。捷可夫斯基或許並不懂什麼軍事戰略，但他腦海中那個緩緩收攏的圓圈卻精準地捕捉到了這種現代博弈中最令人膽寒的一種可能。讓我們把這個絞索的邏輯再往深處想一層。台灣之所以對這樣一個圓圈格外脆弱，是因為它的命脈高度地依賴着那條穿過海洋的通道。這座島嶼所需要的能源，絕大部分要靠船只從遙遠的地方運來。一旦海路被封，島上的燈火能夠支撐多久，就成了一個沉重的問號。這座島嶼餐桌上的許多糧食，同樣需要跨海而來。而這座島嶼賴以生存的經濟命脈，那些行銷全世界的精密產品，也必須通過這條海路運出去，換回維繫整座島嶼運轉的一切。你看，一座島嶼的呼吸竟然如此依賴於一條看不見的海上生命線。所以那個圓圈之所以可怕，正是因為它掐住的不是某一個據點，而是整座島嶼的咽喉。歷史上，圍困從來都是最古老也最殘酷的戰法之一。攻城者未必需要衝進城牆，只需要在城外靜靜地等待，等待城內的糧草耗盡，等待守軍的意志被漫長的煎熬一點點磨碎。捷可夫斯基那個緩緩合攏的圓，喚起的正是這種深植於人類記憶最底層的關於圍城的古老恐懼。而如果我們試着去想象，這樣一個圓圈一旦真的合攏，島上的生活會變成什麼模樣，那個畫面其實比戰場上的硝煙更加讓人不安。它未必有震天的炮火，未必有倒塌的樓房，取而代之的可能是超市貨架上一天天空下去的商品，是加油站前一天天變長的队伍，是每一个普通人心中一天天累積起來的焦慮。圍困最可怕的地方，恰恰在於它的安靜。它不像一場猛烈的進攻那樣，能夠瞬間激起同仇敵愾的鬥志，而是像溫水煮青蛙一般，用時間去消磨一座島嶼的耐心與意志。這也正是為什麼許多研究者反覆強調，面對這樣一種可能，真正的關鍵不在於一時的血勇，而在於平日裡的韌性與準備。一座島嶼能不能在被圍困時依然維持基本的運轉，能不能讓島上的人心不至於在漫長的煎熬中崩潰，這些看似平淡的問題，反而才是決定命運的真正變數。捷可夫斯基的圓圈之所以值得我們認真對待，並不是因為它預言了某個確切的日期，而是因為它逼着我們去正視這種安靜的危險。不過，我們也不必把這幅畫面想得太過絕望。回顧人類的歷史，你會發現，有無數的世代其實都是在某種陰影之下度過的。有的活在戰爭的威脅裡，有的活在災荒的恐懼中，有的則活在強鄰虎視眈眈的目光下。可即便如此，日子依然要過，孩子依然要出生，稻田依然要耕種，燈火依然要在夜裡亮起。生活本身有一種驚人的韌性，它不會因為天邊有一朵烏雲就停止流動。今天的台灣，這座島嶼上的每一個人，其實也正是在這樣一種既有陰影又有煙火氣的日常裡，認真地生活着。清晨的市場依舊喧鬧，街角的早餐店依舊飄香，
孩子們依舊背着書包上學，年輕人依舊為了各自的夢想在打盼。這種平凡而堅韌的日常，本身就是對那個圓圈最有力的回應。它仿佛在告訴那些試圖用恐懼來壓垮我們的力量，無論你把圓圈畫得多麼緊，我們依然會在這片土地上，把屬於自己的生活過得有滋有味。或許這才是面對一切預言與威脅時，一個地方最深沉也最動人的底氣。真正撐起一座島嶼的，從來不是對未來的預知，而是這種即便身處陰影，也依然選擇好好生活下去的勇氣。明白了這一點，我們再回頭看那一次又一次的圍島演習，感受就完全不同了。每一次的演練都像是在為那個圓圈的最終合攏做着彩排。海警船隊繞島的巡弋是在測試如何攔截，如何檢查，如何實施封鎖。艦艇從四面八方的合圍是在演練如何切斷這座島向外求援、向外逃生的每一條通道。專家們甚至分析過，一旦真的採取封鎖，外部的力量想要打破這個圓圈，難度將會極大。而這正是對岸希望達到的效果，用一個誰也不敢輕易去戳破的圓圈來達成他的目的。當我們把捷可夫斯基的預言和這些冷靜的戰略分析並置在一起時，你會發現玄學與現實在圓圈這個點上竟然詭異地達成了共識。關於這個圓圈，還有一個層面值得我們細細去想，那就是它的模糊與彈性。一個完整而徹底的封鎖，在國際上意味着極其嚴重的後果，幾乎等同於戰爭的開端，會招致強烈的反應與干預。但是一個介於和平與戰爭之間的灰色手段，一種不那麼徹底卻足以造成壓力的圍堵，卻可能巧妙地游走在各種紅線的邊緣，讓外界難以找到明確的理由去強硬回應。這正是這個圓圈最狡猾的地方，它可以時緊時鬆，可以進可以退，可以在需要的時候勒緊，也可以在風向不對的時候悄悄放鬆。這種收放自如的特性讓它成了一種極具彈性的施压工具，而對於被圍的一方來說，最難應對的恰恰就是這種模糊，因為你無法確定对方究竟是在演習還是在動真格，你無法確定這一次的收緊會不會就是那條不再鬆開的鎖鏈。這種持續的不確定感本身就是一種消耗，一種折磨。捷可夫斯基那個沒有說明何時合攏的圓圈，某種意義上精準地捕捉到了現代對抗中這種如影隨形的曖昧與煎熬。可是我們畢竟不能只活在預言的陰影之下，所以現在讓我們把天平的另一端也放上砝碼，認真地聊一聊那些懷疑的聲音。預言這種東西之所以能夠一次次地抓住人心，其實有它自己的一套心理機關。你有沒有發現，那些流傳最廣的預言往往都說得恰到好處的模糊，一團火，一個圓圈，一座島，這些意象足夠鮮明，能夠在你腦海中留下深刻的印象，但同時又足夠寬泛，可以套用在許多不同的事件之上。當真實的事件發生之後，我們的大腦會不由自主地去尋找匹配，會把預言中那些對得上的部分無限放大，而自動忽略掉那些對不上或者根本沒有發生的部分。這在心理學上是一種非常普遍的傾向。捷可夫斯基說對了烏克蘭，這被反覆傳頌，但他說錯的那許多次第三次世界大戰卻很少有人提起。這種選擇性的記憶正是所有預言家能夠長盛不衰的秘密。這裡面還藏着一個更微妙的心理機制。你有沒有發現，那些預言之所以能夠打動我們，往往是因為他們說的話聽起來既像是專門為我們量身定做，實際上卻寬泛到可以套用在任何人、任何事之上。一團火可以是任何一場戰爭，一個圓圈可以是任何一種包圍與壓迫。我們的大腦天生就擅長在雜亂的訊息中尋找規律，尋找意義。哪怕這種規律其實並不存在，我們也會不由自主地把散落的點連成一條線。再加上人類對於災難的預言似乎有着一種莫名的偏愛。翻開歷史，關於世界末日的預告可謂層出不窮。某一年某一天世界將要毀滅的說法一次又一次地被鄭重其事地提出，然後又一次又一次地在人们的淡忘中悄然落空。可即便如此，每當新的末日預言出現，我們依然會忍不住去關注、去討論、去恐懼，因為壞消息、恐懼與危機
天生就比平淡的安穩更能抓住我們的眼球。捷可夫斯基深谙此道，或者說，這正是所有末日敘事共同的魔力所在。而且我們還必須承認一個更冷靜的事實，台灣所處的地缘困境，海峽兩岸的緊張，對岸日益增強的軍事壓力，這些其實根本不需要任何超自然的力量就能看得清清楚楚。任何一個認真讀報紙、看新聞的人，任何一個關注國際局勢的普通人，都能感受到这片海域上空籠罩的烏雲。從這個角度說，捷可夫斯基看見台灣被圍成圓圈，或許並不需要什麼千里眼的天賦，因為這幾乎是這個時代擺在明面上的一種集體焦慮。他只是用一種充滿神秘感的方式，把我們每個人心底那份說不出口的不安具象化成了一個令人難忘的畫面而已。從烏克蘭到中東，從歐洲到台海，這個世界本就處在一個火藥味濃重的時刻。在這樣的背景下，做出戰爭與動盪的預言，說中的幾率本來就不會太低。也正因為如此，我們在面對這一類預言時，其實需要負起一份屬於自己的責任。在這個資訊像潮水一樣湧來的時代，關於台灣命運的各種說法、各種預言、各種聳動的標題，幾乎每天都在我們的熒幕上滾動。它們有的來自遙遠的通靈者，有的來自古老的讖語，有的則不過是別有用心的加工與渲染。如果我們對每一則都照單全收，只會讓自己終日活在無邊的恐懼裡，被一波又一波的焦慮牽着鼻子走。可如果我們對每一則都嗤之以鼻，又可能會在真正的危險來臨時失去應有的警覺。真正成熟的態度是學會在這兩者之間拿捏一種微妙的平衡，既認真對待那些值得警惕的訊號，又不被那些刻意制造的恐慌所裹挾。捷可夫斯基的圓圈也好，其他種種預言也罷，最終考驗的其實是我們自己那顆能不能保持清醒的心。那麼，在真真假假的預言之外，我們這些生活在島上的普通人究竟該把注意力放在哪裡呢？我認為，與其去追逐某個通靈者口中那個模糊的日期，不如學會分辨真正的訊號與單純的噪音。預言會告訴你一個令人心悸的畫面，卻不會告訴你如何去理解眼前每天都在發生的變化。真正值得我們關注的是那些具體而可以被觀察的事情，是這片海域上力量對比的緩慢變化，是各方之間關係的微妙起伏，是那些真正握有決策權的人所釋放出的真實信號。當我們把目光從水晶球轉向現實，我們反而會發現，未來並不是一本已經寫死的書，而是由無數個當下的選擇與互動所共同塑造的。一場衝突會不會發生，從來都不是命中注定的，而是取決於太多可以改變的變數，取決於島上自身的準備，取決於國際的態度，也取決於那個握有最終決定權的人。在某一刻內心的盤算，把命運交給預言，是一種偷懶，也是一種放棄。而真正的清醒，是把注意力投向那些我们還有可能去影響的地方。那麼，我們到底該用什麼樣的態度來面對這個來自波蘭的圓圈呢？其實答案或許並不在於這個預言究竟是真是假。我曾經讀到過一段很有意思的話，大意是說，人們為什麼總是如此渴望知道未來？也許是因為我們以為只要提前知道了結局，就能夠保護自己免於那份未知的恐懼，就能夠在情緒的風暴來臨之前，先給自己套上一層盔甲。我們盼命地想要拿到那個劇透，想要知道這場遊戲最終會怎麼收場。可是這種對未來的執着，這種在還沒發生的事情上反覆焦慮的習慣，本身會不會就是一種折磨？當我們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投向那個或許永遠不會到來的圓圈時，我們是不是反而錯過了，或者說荒廢了此刻真正握在我們手裡的東西？其實仔細想想，人們之所以在這樣的時代格外痴迷於預言，背後藏着一種深深的無力感。當一個人覺得自己對命運無能為力時，當那些真正決定大局的力量遠遠超出了個人所能掌控的範圍時，預言就成了一種奇特的慰藉。它讓我們產生一種錯覺，仿佛只要提前知道了答案，就多少握住了一點主動權，就不至於在命運面前完全束手無策。這種心理是如此的普遍，以至於每逢亂世，每逢人心惶惶之際，各種預言總會格外盛行。可是我們也要看到這種依賴的另一面，過度的沉溺於預言，反而會讓我們把本該用來面對現實的精力
消耗在對虛無縹緲之事的憂慮之上。它會讓我們變得被動，變得宿命，變得習慣於等待一個既定的結局，而不是主動去爭取一個更好的可能。一個真正強大的人，一座真正有韌性的島嶼，靠的從來不是預知未來的能力，而是無論未來如何，都能穩穩站住腳跟的定力。看清了這一層，我們與預言之間或許就能建立起一種更健康的距離。真正值得我們思考的，從來不是那個圓圈會不會合攏，而是如果它真的存在，我們該如何自處。一個民族，一座島嶼的命運，從來都不是由某個遠方的預言家在鏡頭前決定的，而是由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每一個人，一天一天，一件事一件事地共同書寫的。波蘭在歷史上被瓜分過，甚至從地圖上消失過，可是它最終還是頑強地站了起來，重新找回了自己的位置。這說明什麼？這說明即便是被圍成了圓圈的命運，也並非全然沒有掙脫的餘地。圓圈是別人畫的，但要不要被这個圓圈困住，怎樣在圓圈之內依然活得清醒而堅定，這個選擇權某種程度上依然握在被圍者自己的手裡。而握住這份選擇權的方式其實並不玄妙，它不在於去破解某個預言的真偽，而在於一種踏實的清醒與準備。一個懂得未雨綢繆的人，不會因為一則預言而終日惶惶不安，也不會因為天下太平就徹底放鬆警惕。真正的從容來自於對現實有充分的認識，來自於在風平浪靜時就把該做的準備做好。恐慌會讓人癱瘓，會讓人在真正需要冷靜的時刻自亂陣腳，而清醒則會讓人在面對不確定的未來時依然能夠站穩腳跟。對於一座島嶼是如此，對於島上的每一個人又何嘗不是如此？預言能夠描繪陰影，但它無法替我們做出選擇，更無法替我們過好眼前的每一天。當我們把命運的主動權從遙遠的水晶球裡重新奪回到自己手中的那一刻，那個圓圈也就失去了它最令人畏懼的那部分力量。說到這裡，我想起一個古老而深邃的問題，那就是這個世界上的一切究竟是早已注定的定數，還是可以被改變的變數？無論是東方的智慧還是西方的哲思，千百年來都在這個問題上反覆的徘徊。有人相信一切自有安排，冥冥之中早有定局，我們不過是在演繹一場早已寫好的劇本。也有人堅信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每一個當下的抉擇都在悄悄地改寫着未來的走向。而預言這種東西恰恰站在這兩種信念的交界之處。如果你相信一切都是定數，那麼預言就是對那份命運的提前揭示，聽或不聽，結局都不會改變。可如果你相信未來是變數，那麼預言的意義或許就不在於它會不會應驗，而在於它是否能夠喚醒我們，讓我們在災難真正降臨之前做出那些足以改變結局的努力。從這個角度看，一則預言最大的價值也許並不是嚇唬我們，而是提醒我們。它像一記警鐘，重點從來不是那個被預言的災難本身，而是我們聽到警鐘之後決定如何去行動。捷可夫斯基的圓圈或許正該被我們這樣去理解，它不是一道無法逃脫的判決，而是一聲值得我們認真傾聽的提醒。所以當我們今天聊完捷可夫斯基這個讓人心頭一緊的預言，我真正希望留在你心裡的並不是恐懼，恐懼是最廉價也最無用的情緒，真正有價值的是清醒。我們清醒地知道，這個世界確實不太平，海峽上空確實有烏雲。我們清醒地知道，一個波蘭人1年前的話和眼前一次次收緊的軍演，確實形成了一種令人不安的呼應。但我們同樣清醒地知道，預言充滿了模糊與選擇性的記憶，未來從來都不是一本已經寫死的劇本。那個圓圈或許存在，或許正在被人一筆一筆地描畫，但它究竟會不會成為一個真正合攏的絞索？這個問題的答案不在遙遠的波蘭小城，而在我們每一個人今天的選擇與行動之中。